62岁的张阿姨原本以为退休生活可以安稳度过，每天早晨在阳台上一边看着太阳升起，一边享用她最爱的早餐。邻居们常看到她笑眯眯地端着一大碗热腾腾的白米粥，旁边放着一根金黄酥脆的油条，再配上一小碟她自家腌的咸菜。这是她多年不变的早餐三件套。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早餐简单又养胃，白粥暖胃易消化，油条香脆有滋味，咸菜开胃提神，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传统美味。然而，就在不久前，张阿姨却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突然离世。消息传出，左邻右舍无不震惊惋惜。谁也没想到，看起来和蔼健康的她，竟被悄悄埋伏在早餐里的甜蜜陷阱夺去了健康和生命。张阿姨平时在邻里间是出了名的热心乐观，大家都觉得她身体硬朗。虽然这些年退休在家后体型有些发福，小肚子圆滚滚的，但她自己不以为意，总说年纪大了丰满点正常，胖点有福气。其实在过去1年里，她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异样信号，常常口干爱喝水，夜里要起来上好几趟洗手间，体重反而慢慢下降了一些。然而张阿姨和家人都没有将这些联系到血糖上，以为只是年纪大了新陈代谢变慢的正常现象，殊不知这些都是糖尿病早期的典型迹象，只是他们当时还蒙在鼓里。事实上，张阿姨早在几年前体检时就被查出血糖偏高，处于糖尿病前期。当时医生提醒她要控制饮食，尤其早餐要注意糖分和热量。然而她认为自己早餐吃的白粥那么清淡，又不怎么爱吃甜食，觉得糖尿病应该离自己很远，便没有把医嘱当回事，只是表面上答应，回家后依然故我。每天早上照旧是一碗白粥，就着油条咸菜，习惯丝毫不改。偶尔孙子来家里，他还会泡一杯甜味麦片给孩子喝，自以为是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有时赶着出门没空熬粥，就拿一包即食藕粉冲水当早餐，心想总比饿着强。就这样日复一日，看似平常的早餐习惯，却在慢慢侵蚀着他的健康。糖尿病从来不是一夕之间降临的。多年来，张阿姨的胰岛素就像一位过劳的战士，每天清晨都要面对体内突然涌入的大量葡萄糖。白米粥下肚后，迅速转化成葡萄糖冲击血管，胰脏只得拼命分泌胰岛素来救火，把过多的血糖送进细胞囤积起来。一根油条的油脂和精致淀粉组合，让它的血糖在高原上停留更久，对胰岛功能造成更长时间的压力。而长期高盐饮食也在无形中伤害着他的心血管。刚开始的时候，胰岛素这位战士还能勉强招架，把血糖暂时压下去，但每天这样大战300回合，身体逐渐产生了胰岛素抵抗，也就是细胞对胰岛素的命令开始充耳不闻，血糖变得越来越难控制。张阿姨自己却毫无察觉，依然沉浸在热腾腾早餐带来的满足感中。直到有一天早晨，她感到头晕目眩，口渴心悸，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时，已经是严重的高血糖昏迷。虽然医生极力抢救，但长期失控的血糖引发的心脏和脑血管并发症，终究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这场悲剧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早餐选择，可能正悄悄摧毁着我们的血糖防线。别以为糖尿病离我们很远，据统计，我国成人中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个患有糖尿病，更有数以亿计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血糖问题。换言之，糖尿病的阴影可能就潜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细节里，如果不加警惕，也许下一个受到伤害的就是你我。医生特别总结出4种最常见的早餐杀手，提醒大家尽量少碰甚至停用，不要再贪吃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埋下健康隐患。我们现在就一一来揭开这些早餐刺客的真面目，看看你是否也每天都在跟他们不期而遇。第一个早餐中的潜伏杀手，就是伪装成健康选择的甜味谷物麦片。许多人追求方便营养，早晨来不及做饭，就冲一碗即食麦片当早餐。有些麦片产品在包装上大写特写高纤维谷物燕麦，看起来仿佛对血糖友善，但事实恰恰相反。市面上许多果味麦片、巧克力麦片，为了提升口感，
添加了大量糖和香精。一碗看似健康的麦片，其含糖量可能和吃下一大把糖果差不多，这并非夸张。有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号称谷物营养的早餐，麦片含糖量高得惊人，有的每100克中糖分就超过40克，将近一半重量都是糖。难怪有人说吃这种麦片跟直接吃糖没两样。更可怕的是，不少麦片里五颜六色的果干，其实在制作过程中经过重度糖制，等于在谷物外裹了一层糖衣。这样的早餐入口甜滋滋，吃完却会让血糖迅速飙升，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直线上升，犹如坐上云霄飞车，一下子冲上天。人体感觉到血糖过高，又会反射性的大量分泌胰岛素来拦截这波糖分攻势，结果往往是不到2个小时，你的血糖就会快速下降，甚至跌得比早餐前更低，导致头昏无力，饥饿感涌现。许多人早上9、10点钟觉得没精神，肚子饿，其实正是因为早餐吃了高糖麦片，引发了血糖过山车。更长远看，经常让血糖这样大起大落，胰岛细胞终究不堪重负，第2型糖尿病就会找上门来。想避免掉入甜味麦片的陷阱，其实很简单，选购麦片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标示，凡是排名前几位出现蔗糖、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等字样的麦片，都应该敬而远之，因为它们含糖肯定少不了。一些标榜无蔗糖的即食谷物，可能偷偷用了其他糖浆或甜味剂，同样会造成血糖负担。此外，有些所谓即食燕麦片其实是经过精细加工的燕麦糊，纤维已被破坏，升糖指数照样很高。最好的选择是购买纯燕麦片，如粗燕麦或刚切燕麦，搭配自己喜欢的坚果和新鲜低糖水果，例如蓝莓、草莓等，一起煮或冲泡。不加糖的纯燕麦早餐或许少了甜蜜的口感，但能让您一早血糖平稳，提供持续的能量，不会一下子就饿。长期坚持下来，您的胰岛素战士就不会每天一上场就遭遇糖分猛攻，胰脏也能松口气。第二个让血糖闻风丧胆的早餐杀手，是许多人钟爱的传统早餐3件套：白粥、油条和咸菜。这套组合看似平凡无奇，实则对血糖有着3重暴击。首先是白米粥，白米属于精致碳水，煮成稀饭后淀粉充分糊化，极易迅速消化吸收。喝下1碗白粥，等于短时间内吞下大量葡萄糖。有实验测得，白米粥对血糖的影响速度极快，几乎等同于直接喝下一杯同等碳水化合物含量的糖水。更糟糕的是，粥通常很稀薄，人们往往喝了满满一大碗才有饱足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远超1碗米饭。其次是一根金黄酥脆的油条，油条是将精白面粉经高温油炸而成，富含油脂和淀粉。早晨空腹吃油条，油脂会减缓胃排空，使葡萄糖吸收略为延后，但并不代表血糖不上升。相反地，油条提供的热量非常高，而且常用的油炸方式可能产生反式脂肪酸。许多路边摊为了节省成本，反复使用旧油来炸油条，这让反式脂肪酸和各种氧化有害物质的含量大大提高。长期摄入这些物质会损害胰岛素功能，并危及心血管健康。白粥迅猛拉高血糖，油条提供高热量助攻，两者搭配让血糖水平一路高起。此外，别忘了还有咸菜这个隐形杀手。一小碟咸菜含有极高的盐分，而且许多盐菜在制作时也会放糖调味。咸菜虽然不直接造成血糖飙升，但高盐饮食会增加高血压风险，而糖尿病患者本就容易合并高血压，一旦双重打击，心血管负担更重。可以说，白粥、油条、咸菜看似普通，却联手在体内掀起的腥风血雨，让血糖飙高，血压前升，热量超标，长此以往，胰脏超负荷运转，身体逐步走向代谢失衡。面对传统早餐3件套的诱惑，我们难道就此与他们绝缘吗？其实也未必。一些小小的替换技巧可以让早餐既保留中式风味，又大大降低对血糖的冲击。比如可以用粗杂粮粥代替白米粥，用燕麦、糙米、小米、红豆等混合熬煮的杂粮粥，升糖速度比白粥慢得多，
还提供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营养价值更高。同时，将酥脆的油条换成一颗水煮蛋或茶叶蛋，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能延缓胃排空速度，使碳水的吸收更加平稳。而腌制的咸菜则可以用一份新鲜的凉拌绿叶蔬菜替代，如凉拌菠菜、黄瓜，不仅补充膳食纤维，还提供钾元素，有助于平衡钠的摄入。这样搭配下来，虽然嘴里少了点咸香的刺激感，但身体会非常感谢你，因为血糖不会一飞冲天，反而缓步上升且维持稳定，总热量降低，减轻体重负担，血压也较容易控制。一开始也许不太习惯，但当你感受到一整个上午精神稳定，不再暴饿的轻松状态，就会爱上这种健康早餐带来的长久饱足感。第三种潜藏在我们身边的早餐陷阱，则是各种甜蜜的烘焙面包和蛋糕。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上班族早晨匆匆路过面包店，就顺手买个菠萝包、奶油面包或甜甜圈当早餐，再搭一杯拿铁咖啡，一口咬下去，松软香甜的口感令人满足。然而，你是否想过，这小小一个面包中藏了多少糖衣炸弹？以常见的甜面包为例，为了追求诱人的风味和卖相，面包师会加入大量黄油、砂糖和奶粉，有些表面刷了糖浆或夹着甜馅的面包，糖分含量更是惊人。一个成人手掌大的奶香面包，其所含的糖可能超过25克，相当于5-6颗方糖的总和，接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糖摄入量的上限。如果再配上一杯加糖咖啡或奶茶，那一顿早餐的糖分恐怕就严重超标了。高糖高脂的早餐不仅令血糖飙升，还会让胰岛素大量分泌，把多余的糖分迅速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长期下去，腹部赘肉悄悄增多，体重直线上升，而内脏脂肪过多正是引发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更糟的是，当血糖在高位震荡后很快下跌，你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中午之前就开始哈欠连连，想找东西填肚子，如此又摄入更多热量，形成恶性循环。许多上班族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早上甜滋滋的吃得很满足，不到2小时却开始昏昏欲睡，难以集中。难怪有人调侃，早餐吃甜面包就像给自己打了一针催眠药，保证你没多久就犯困。现实中就有年轻人因此付出代价。我认识一位35岁的同事，特别爱吃巧克力甜甜圈配奶茶当早餐，常年如此。他原以为自己年轻，不太胖，不会有健康问题，但最近体检却发现空腹血糖已经明显超标，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医生一追问才找出元凶，正是他那长期高糖的早餐习惯。如今这位同事不得不痛下决心戒掉每天的甜甜圈，改吃清淡低糖的早餐，期望将飙高的血糖重新拉回正轨。因此，以甜面包蛋糕作为每天的早餐实在是暗藏风险。别看它们个头小小，长期累积的影响却很大，足以一步步把人推向糖尿病的深渊。那是不是从此要与美味的面包绝缘？其实也不用这么极端，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健康与口感的平衡。首先，如果喜欢面包类早餐，尽量选择全麦面包或杂粮面包，且确认配料中不含添加糖。全麦面包保留了麦麸和骨壳富含的纤维，升糖速度较慢，所含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也比白面包高。其次，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一起吃，比如在全麦面包夹一片水煮蛋或鸡胸肉，或搭配一杯无糖优酪乳。蛋白质含乳制品中的脂肪能降低胃排空速度，让碳水化合物不至于过快涌入血液，平稳血糖。如果真的很想吃甜味面包，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关键是要控制频率和分量，偶尔劳劳自己的味蕾，在周末早餐享用一个喜爱的菠萝包，但记得不要再额外摄入其他高糖食品，1周1次已经足够解馋。吃的时候也可以先喝无糖豆浆或吃几口蛋白质垫垫胃，减缓糖分吸收。用这些方法，面包控们也能在满足口欲的同时守护血糖健康，不至于让一时的美味变成日后的苦果。对于偏好中式口味的人，也可以用杂粮馒头搭配一杯无糖豆浆作为早餐，同样能兼顾低糖与营养。
第4种隐匿的早餐骗局，则要数那些标榜方便养生的素食冲调饮品。不少中老年人喜欢在早餐来一杯冲泡饮料，比如黑芝麻糊、燕麦糊、藕粉羹、核桃粉冲剂等等。他们相信这些五谷杂粮冲剂既营养又暖胃，比起传统早餐更方便，3-2下冲好就能喝。然而，商家不会告诉你的是，为了让这些粉末泡出的饮品香甜可口，大部分产品都添加了不少糖或甜味剂。有的标榜无糖的冲调粉，可能用了麦芽糊精、果葡糖浆等替代品，虽然不标示蔗糖，但对血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例如市售即冲芝麻糊，成分表里往往前3位就有砂糖或麦芽糖浆，难怪每杯都甜滋滋令人上瘾。这样的早餐喝下去，短时间内血糖依然会升高不少。更大的隐患是，有些甜味剂，特别是高果糖浆，会增加肝脏负担，促进脂肪肝的形成，长期看对代谢健康非常不利。或许有人会问，那我买无糖的藕粉不就好了？其实要小心，所谓无蔗糖可能只是商家的文字游戏，看清楚包装。有时无蔗糖不等于无添加糖分，它只是没有使用蔗糖，但可能用了蜂蜜、果糖等其他甜味来源，甚至有的产品干脆使用了人工甜味剂，虽然不直接产生热量，却可能扰乱肠道菌群或引发其他健康疑虑。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我一位长辈每天早餐必喝一碗即冲芝麻糊，自认为营养养生，结果血糖却老是降不下来。医生建议他停掉芝麻糊，改喝无糖豆浆。不到1个月再测血糖就明显好转，这才发现那碗天天必喝的芝麻糊原来含了大量糖分。总之，凡是即冲即食的谷物饮品，都要提防其中隐藏的糖和热量。难道我们就不能方便又健康的喝杯早餐饮料吗？其实有办法。如果喜欢喝热乎乎的谷物饮，不妨自己动手制作。现在家用破壁机非常普及，可以提前1晚将黑芝麻、燕麦、小米、红枣、核桃等食材准备好，早晨起来加热水一键打成营养浓糊。有了真材实料的加持，无需额外加糖，也一样香甜可口，而且喝得放心，没有添加剂。或者干脆将牛奶或无糖豆浆加热作为饮品，搭配少量全谷物麦片，也是简单又健康的选择。重点是自己掌握了原料的品质和糖分，才能真正做到既方便又养生，不给血糖找麻烦。说完了这4大早餐杀手，可能有人会疑惑，难道早餐稍微吃点好吃的，就真的能把人吃出糖尿病吗？当然，1-2顿高糖高脂的早餐不至于立刻让你患病，但日复一日的习惯累积，威力可就惊人了。现代医学研究早已证实，不良的早餐习惯与肥胖、第2型糖尿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如果每天早上摄入过多精致碳水和含糖食品，长期下去，胰脏负荷增加，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将大大提高。有统计分析显示，早餐碳水化合物摄取量最高的人群，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摄取量最低的人群高出约1成。换句话说，天天吃甜食当早餐的人，比起清淡均衡吃早餐的人，更容易成为糖尿病的目标。更有研究指出，长期摄入过多糖分还会加速人体的衰老。糖分在体内与蛋白质结合，会产生晚期糖化终产物，这些物质会损伤皮肤的胶原蛋白，使皮肤加速失去弹性和光泽，出现皱纹和色斑。换言之，大量的糖不仅危害内在健康，还会影响我们的外在容貌。所以说，为了健康和美丽，都该管住早餐中过量的糖分。不仅如此，每日清晨的饮食还会影响全天的食欲和代谢状态。拿糖分炸弹开场，只会导致午前精力下降，饥饿难耐，逼得你在午餐和零食时摄入更多热量，加剧体重增加，久而久之，体重和血糖双双失控。而反过来，如果以健康均衡的方式开始一天，不仅血糖曲线平稳，整个白天精力也更稳定，对于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都有积极作用。可以说，早餐吃的对不对，长期结果会是2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不吃早餐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许多人以为不吃就能减少糖分摄入，但实际上经常空着肚子熬到中午，
往往会导致之后的饮食更加失控，因为过度饥饿，人到了午餐会暴饮暴食，一不小心摄入更多热量，甚至偏好高油、高糖食物来迅速补偿。此外，长期不吃早餐还可能让身体的代谢节奏混乱，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有研究显示，经常不吃早餐的人罹患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的概率也比正常吃早餐的人更高。所以关键不是逃避早餐，而是要学会选择健康的早餐。那么糖尿病友好型的早餐应该怎么吃呢？概括来说，有几条黄金法则可以参考。首先，蛋白质要足够，优质蛋白如鸡蛋、鱼肉、去脂牛奶、无糖豆浆、嫩豆腐等都适合作为早餐的一部分。蛋白质有延缓胃排空的作用，能稳定餐后血糖，而且蛋白质提供较长时间的饱足感，避免吃完很快又饿。每天早餐来一颗水煮蛋或者一杯无糖优酪乳，对稳定血糖大有益处。第二，纤维要垫底，也就是说，早餐中应该包含蔬菜或者水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在正式用餐前先吃一些蔬菜垫垫胃。例如有人早上会先喝一小碗蔬菜汤，或者吃一小碟拌蔬菜，就是这个道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形成保护膜，减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让血糖上升更和缓。另外，蔬菜还能提供钾、镁等矿物质，有助于改善糖代谢。第三，主食要聪明选，尽量选择全谷类、杂粮和薯类来取代精白米面，比如以燕麦粥、全麦面包、糙米、荞麦、玉米、小米等作为主食来源，或者用红薯、南瓜、山药这类薯类食物替代部分淀粉主食。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是消化慢，血糖反应平稳，吃完后不会让血糖陡然飙升，而且更耐饿，有助控制体重。相反，如果一味贪图细白香软，每天吃过多馒头、白米饭之类，血糖波动一定更大。最后，进食顺序和细嚼慢咽也很关键，养成先汤水，再蔬菜，再蛋白质，最后主食的进食顺序，可以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先利用纤维和水分填充部分胃容积，延缓后续碳水的吸收。细嚼慢咽则能让肠道有时间释放出饱腹讯号，避免吃得过快过多。每一口食物至少咀嚼15到20下再咽下，既帮助消化又控制食量。遵守这些原则来设计早餐，无论对糖尿病患者还是普通人，都能减少血糖冲击，维持更稳定的能量供应。除了饮食本身，一些人群更需要对糖尿病提高警觉，早做预防。首先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如果父母或直系亲属中有人患第二型糖尿病，那么您自身的风险就比一般人高得多。研究指出，父母一方有糖尿病，子女将来罹患糖尿病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3倍。因此，有家族史的人建议在年轻时就开始注意血糖管理，至少从30岁起，每年做一次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检查，及早发现血糖的苗头。第二种是中央肥胖，腹部肥胖的人，简单判断的方法就是量腰围。如果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就属于腹型肥胖。肚子大的危险在于，里面堆积的内脏脂肪会分泌炎症因子，干扰胰岛素功能，诱发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只是胖一点没关系，但殊不知，大肚子比肥胖的其他形式更容易引来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问题。因此，腰围超标者务必要下决心减重，管住嘴，迈开腿，把腰带往回勒几个洞。这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健康长寿。第三种需要注意的是，曾在孕期出现高血糖的女性，妊娠期糖尿病一旦发生，即使产后血糖恢复正常，日后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大幅增加。统计显示，有妊娠糖尿病病史的妇女，未来得第二型糖尿病的概率高达70%。这类妈妈千万别以为生完孩子就万事大吉，更不能因为忙于照顾婴儿就忽视自身健康。相反，地产后更应保持规律运动和健康饮食，并定期监测血糖，至少连续追踪3年以上，确保血糖保持在安全范围。如果发现持续偏高，及早介入管理，可大大降低真正演变成糖尿病的风险。此外，所有年过40的成年人，
即便没有上述危险因素，也最好每年体检时测量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年龄增长本身会降低人体对血糖的控制效率，一些人也许不知不觉间血糖已经偏高，定期筛查能让我们及早发现苗头，及时采取行动，把糖尿病扼杀在萌芽状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体检已经显示血糖偏高，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那就必须高度重视，马上行动，千万别抱着还没真正得糖尿病的侥幸心理。在这个阶段，努力调整饮食和运动，往往还有机会将血糖拉回正常。但若置之不理，任由血糖持续居高不下，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只是迟早的事。回到开头张阿姨的故事，她的不幸其实本可以避免。如果当初她能对自己的早餐多一分警觉，及时做出改变，也许就不至于走上那条不归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在吸取教训还不晚。从明天开始，管住自己的早餐那张嘴，把餐桌上的精白米换成粗杂粮，把甜滋滋的饼干蛋糕收起来，拿一把坚果取而代之，把爱喝的果汁奶茶换成白开水或淡茶。也许刚开始会有点不习惯，觉得少了甜甜的滋味，少了些乐趣，但请记住，管住早餐的嘴，才能稳住后半生的血糖。这些细微的改变，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10年后，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克制的自己。等到年华老去，我们的血糖平稳，身体硬朗，不用天天往医院跑，没有并发症缠身，才能真正享受天伦之乐。到那时，你会庆幸当年告别了那些不健康的早餐，选择了守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反之，如果一时贪吃不加节制，到了最后饱受病痛折磨，追悔莫及，就如同张阿姨的悲剧一般，那将是任何人都不愿经历的结局。许多糖尿病患者往往在并发症缠身时才追悔莫及，感叹早知如此，当初就该管住嘴。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逝去的时光无法倒流，我们能把握的只有当下。总而言之，早餐看似寻常，却蕴藏着左右健康的巨大能量。每一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当我们端起早餐的碗筷，其实也端起了决定健康走向的钥匙。请牢记医生的忠告，远离那4种让血糖失控的危险早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给自己的未来多一份保障，让家人少一分牵挂。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对不健康的早餐说，不用行动爱护我们的胰岛素战士，爱护我们的身体。每天睁开眼迎来的第一餐，就为自己的健康加上一道保险。当岁月流转，你一定会庆幸自己在岁月静好的清晨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